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2026年浙江卫视要大放光彩，肖战带着2部剧强势来袭占满屏幕，王凯、陈晓也来助阵，10部王炸大剧接连开演。浙江卫视刚刚结束的那场春招会，直接就抛出了2026年度的重磅剧集片单一览，毫无保留地施展了大招。其中有顶流强有力的坐镇，戏骨们在台上一同飙戏，所涵盖的题材包含谍战、都市、古装、权谋等多种不同类型。高口碑爆款续作重磅回归，全新力作看点拉满，有整整10部等着播出去登上新平台的大型剧集。肖战一人手上拿着2部有重磅影响力的登台展示，靠着强大之势占据屏幕。王凯、陈晓、秦岚、毛晓彤等有国民级实力的演员依次轮流登场，从1年开始直到它结束，直接让你彻底告别剧集匮乏的情况，优质剧集追看不停，一谍报上不封顶。主演肖战、周雨彤、冯辉、古志新、郑嘉宾、沈佳玉。此部剧集是由那伪装者所属团队正午阳光来负责操刀，并且是侯鸿亮加以制片，张开宙担当导演一职，仅其班底就足够令人们感到安心了。1948年时，故事的发生地点被设定在了南京，主角任少白由肖战饰演，他表面呈现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出身是国防部的阔少爷，整日里只是吃喝玩乐，就这样混着日子，可实际上他是潜伏了多年的地下党员。此中的特别之处是呢，是因为单线联系人牺牲掉，致使他变成了断线风筝，依靠一次冒险的行动事情，方才被组织再次启用起来。这般菜鸟特工逆袭而行的设定情况，打破过去传统谍战的套路了。剧情着重突出高智商博弈，这种博弈极具挑战性，将激烈争夺的战场巧妙设定在办公室之中，其中一方面呈现的情节是像金融领域暗中较量、贪污案件深入调查这样如同职场中复杂争斗的情况，另一方面借助像昆曲、密码算盘破译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来传递情报。枪战场景数量虽不多，但是脑力方面的激烈对抗达到了极致状态。由周雨彤饰演的数学天才蓝又因，起初是以替夫报仇的疯批美人形象出现，随后又变成了和任少白并肩战斗的战友，他们彼此之间并无感情线，可是默契却十足，而这所有的种种，全是靠着信仰来给予支撑的。二交锋，王凯、彭昱畅、敖豪、周依然、秋天、程泰深、齐欢。这部剧属于当代国安题材剧，它是由国家安全部首次主导来进行创作的。它采用真实案件予以改编，它有着涉及20年师徒间的暗战情节。它把隐蔽战线里的较量拍摄的既具备专业性，还存有接地气特性。故事改编自1999年闽州泄密大案等真实档案。创作金牌编剧的王小枪拥有作品《县委大院》，其搭档导演是姚晓峰。姚晓峰有作品《追风者》。在戏里构成为角色小组的王凯、彭昱畅、敖豪有着充满张力的对手戏表演，三人合力呈现出进行飙戏的核心三角的精彩场面。自30岁即开始踏上展开追凶行程，直到50岁的国安老兵马骥，由王凯来饰演。为能还原角色的沧桑感，减重了15斤。徒弟春晓历经从菜鸟到身为技术骨干的蜕变过程，是由彭昱畅饰演的。敖豪饰演本就颠覆自身原来形象的高智商间谍北风，其表面好像是儒雅的商人模样，可实际内心是心机深沉的。不只是一部谍战爽剧的他，更像是一堂面向全民的国家安全课。借由其中描写的师徒情，借由其中描绘的人性挣扎，
借由其中展现的时代变迁，让观众明白那些默默守护万家灯火的无名英雄，会因错过女儿成长而心怀愧疚，可信仰促使他们在暗夜中坚守。三问星二，赵又廷、毛晓彤、金世佳、张嘉宁、陈冲、黄觉。这部剧是柠檬影视联合腾讯视频和爱奇艺合力打造的医疗情感剧后续作品。原本参演的赵又廷、毛晓彤、金世佳再度回归，讲述了心内科医生们在面临升职带来的压力、生死方面的考验时，如何坚守出新的故事。剧情在2年之后于上一季的基础上接续展开。赵又廷所饰演的周晓峰从贵州支援归来，他破格升高成为心内科主任，可是随着职位的提升，压力也跟着增大。他不仅和好搭档林毅，也就是金世佳所演的那个人关系进入僵局，并且还得去应对医院里各种各样的职场斗争。林毅变得越发凄惨，那来源于家族遗传的心脏病就好像计时炸弹一样，使得他连做个手术都不敢去冒任何风险，并且他感情方面的状况也是摇摇欲坠的。毛晓彤所扮演的方小然成为了团队里面的粘合剂，一方面的去调解众多矛盾，另一方面他自身也要达成成长。四小成良方，肖战、倪大红、姜妍、史鹏元、坚韧滋、张国强。温情医疗剧，且是发生在东北的那种，被列入了2026年央视重点片单之中。他讲的是天才医生由刘锃亮饰演，此人由肖战饰演，从大城市的医院来到东北小城卫生院后所发生的治愈性故事。这部剧是由曾拍摄过《30而已》的导演张晓波以及创作了《天才基本法》的编剧聂成帅共同携手予以打造的，而且是柠檬影视跟爱奇艺出品的。肖战为了在演出里呈现出落魄医生的那种破碎感，把体重减轻了15斤，接着去学习东北话，又学会了医疗操作，就连手术服袖口点符痕迹这样的细节也用心琢磨过了。这部剧的情节既与现实生活贴近，又有着能温暖人心的力量。刘锃亮原先是北京一家3甲医院里的飞刀专家，因一场手术事故患上了恐血症，手抖成了他常有的状态。失了业后，他只得回到自己的老家。他在那破旧的卫生院里碰到了一群不靠谱的伙伴，倪大红饰演的是玄学老医生，姜妍饰演的是殡葬店女老板。大家伙借助烤红薯来保温疫苗，利用艾灸烟辅助手术等这般土法智慧，在缺钱且少设备的状况下，硬是进行治病救人。五梦花亭，陈哲远、张静怡、梁咏琪、陆琪、陈诚、贺秋。有这样一部剧集，它讲的是在南国里身为公主的提篮，这个提篮由张静怡饰演，在宫廷政变发生以后，意外地觉醒了盲歌者那种预知能力，他眼睛看不见了，却能靠歌声窥视未来。从这时起，他整个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他稀里糊涂地和大征国将军汤乾子，也就是陈哲远饰的那个人，结成了夫妻。这是那种表面上属于政治联姻的情形，实际上两人心里都各自有着别的念头。将军汤乾子看上去冷酷无情，可事实上却是潜伏在敌国的隐卫头领。而提篮为了能够保护自己，不得不与他一块儿合作。起初，两人是彼此心存戒备的复仇搭子，处于乱世阴谋的环境里，而后慢慢的演变成生死患难相互依靠的伴侣。那位将军说出的天下之事与我并无关联，我唯独在意提篮这般告白，把冷面形象背后所隐藏的深情演变得极具感染力。狼群谱系里军力数值超高的将领，转而成为双向守护的一方；与兔群范畴中台智力始终在线的公主，
原本是猎人对于猎物之间具有强弱之分的关系，现在转为二者之间那种状况，十分拥有张力，张力呈现得很足。六云香传二，陈晓、毛晓彤、刘关林、程潇、范世琦、刘先宁。这部作品是爆款武侠剧名作《云香传》后续的作品，它另有一个名字叫《云香传之将进酒》。原本参与演出的那一批人员再次回归，而且剧情得到了升级，主要描述的是有智谋的侠客云香选择隐居之后，却被迫再次出山踏入江湖的事迹，其中武打场面以及智谋策略的展现仍旧让人看得十分畅快。剧情紧随着上一部的末尾，云香原本是打算与寇连依在大海边过上平稳妥当的日子，然而反派用心地谋划了一场丹药阴谋，把那能救命的药物炼制成了会害人的毒药，而且还将这所有的一切都嫁祸给了好兄弟金石两。云香不得不再次踏入江湖，他与寇连依、金石两一同组队去查案子，然而却发现背后竟关联着朝堂之上的大势力，此次格局变得更为庞大。从个人复仇转变为守护天下苍生，并且阴谋愈发错综复杂，让人费神。七闪耀如他，主演秦岚、王阳、张萌、郑和惠子、金超、吴宇恒。这部剧有这样的讲述内容：在职场里存在一位身为女强人的沈珍，她由秦岚饰演，好不容易成功实现跳槽，去到自己心仪的公司 TL。眼看临近就要当上总监了，可是有一位空降而来的上司出现了，这个人竟然是他的前夫梁晓峰。梁晓峰由王阳饰演，于是两人在事业方面一边展开争斗，然后又一边去解开彼此的心结，这就是故事所涵盖的内容了。沈珍能力算得上超强，事业心极其浓重，一心朝着总监之位前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被他的前夫中途阻挡，反倒成了处在他上头的领导。曾有过往昔误会纠葛的两人，相互之间相看不顺眼，于工作当中针锋相对。可是沈珍非常明白事理，私事便是私事，事业绝对不可以垮掉。他决然地同前夫商量条件，是以帮他稳固地位做交换，来换取自己对销售进行实权掌控。可是这里面出现了前夫的老下属，叫张米瑶，他对梁晓峰态度亲昵有加，这让沈珍心里很不好受。不过他没被感情影响，靠自身能力一步步去证明自己。在那种每日既较劲又开展合作的日子里，旧情也慢慢的复燃了。八上公主，孟子义、李云瑞、吴汉坤、李孝谦、沈佳玉、全一伦。这部剧是腾讯和新力电视共同联手打造的 S 加级古装权谋爱情剧，主演是孟子义以及李云瑞第三次合作，讲的是公主和书生从一开始彼此互相利用，到后来并肩一同搞事业的那种充满刺激的故事。这部剧制作硬核，导演是秦真，秦真曾执导过《长相思》，编剧是何妨。何妨写过《西花纸》，造型团队是梦华录的原班人马，场景还原出唐代长安城的精致感，场景还还原出岭南烟雨的精致感。单女主服装划分成纱这种材质，单女主服装划分成罗这种材质，单女主服装划分成缎这种材质，细节做到了极致。这剧情起因在于一条山道上有偶然的遇见，那骄纵的公主穆婉瑶，被他者以和亲的缘由对她施加了羞辱，而后性情发生转变，走向黑化后又回归。在返回京城的路途当中，马车出现了故障，在这个时候碰到了表面看似温和柔顺，可实际上内心暗黑的寒门书生严尚。二人之中，其一意在夺取权柄以施行复仇之举，其二图谋实现逆袭从而获取高位。如此一来，他们便开始相互进行试探并且加以利用，
自起始于岭南之的相遇，至朝堂之上所展开的博弈，共同携手对抗权臣，平定外部敌人。他们彼此间的感情在存有刀光剑影的环境里愈发的深陷进去。我的鸵鸟先生，苏小彤、何洛洛、方晓东、王若山。有一部剧所讲的是，有个失去了双臂的少年，还有与他青梅竹马的女子，他们历经了20年，彼此相互默默守护的事情。其剧情有的地方很虐心，有的地方又让人感觉温暖，尤其能深深触动人心。剧情简单，却极能打动人心。那个名为顾明熙的男孩，小时候因想帮女孩庞倩捡飞盘，意外触电失去胳膊，成了他人眼中的鸵鸟先生。庞倩内心愧疚又心疼，从小学到高中，一直主动当他同桌，帮他打理生活琐事。两人慢慢的成长起来，男主身体存在残疾，但尤为好强，依靠双脚写字、画画样样精通，心中怀着成为漫画家的梦想。女主就像一轮小太阳，整天嘻嘻哈哈，可对他却是全心全意。有那么几年彼此是分开的状态，其间存在着误会，男主身处困境，先是经历母亲离世，而后又沦落到极为穷困的地步，竟只能在天桥售卖画作。处于这样的低谷之中，结果最终凭借描绘两人往昔故事的漫画，得以促成重逢，还把年少时期暗藏心底的那种爱意讲了出来。石禅、钟楚曦、吴镇宇、郑云龙、吴信健、周放、易大千。这是一部律政悬疑类剧集，它讲述现代心理轨迹流派。剧集只有短短的12集。该剧围绕刑辩律师、法官以及律政精英这三方展开，主要讲述的是在破案过程中，他们三人相互较量，又彼此实施救赎的故事。钟楚曦扮演刑辩律师丁宁，吴镇宇饰演法官于颂凡，郑云龙出演律政精英赵义杰。这三人背后状况一个比一个难理清脉络。丁宁亲生父亲是罪犯，其养父是警察。于颂凡家中亲人遭杀害，他自己暗地里谋划复仇之事。赵义杰表面是精英模样，背地里玩弄心理战术。他们一同去查刑事案件，表面呈现出合作追寻真相的样子，暗地里却彼此相互试探，相互算计，就如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样，谁都难以说清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猎人。这将会是2026年片单中的10部剧，你期待哪部剧的播出？